前阵子 Google 宣布旗下的 Google Podcast 将在6月终止服务，让很多用户大很可惜。不过你知道吗？除了这之外Google 面对这家产品呢，其实常常就这样子说砍就砍，毫不留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Google 放弃过的产品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前面提到 Google Podcast 又终止服务了，虽然现在呢它的活跃使用者可能不算多，但其实它的全球下载数呢还是超过了5亿次，而且有不少人也觉得它的简洁界面好用，结果居然这样子说砍就砍，真的是太狠了。不过其实 Google 删产品呢从来就没有在手软的。国外有个叫做 Killed by Google 的网站，专门记录那些曾经被放弃或是即将被放弃的产品。根据截稿前的计算，包含了服务、硬体应用程式，现在 Google 已经放弃过至少295个产品，其中包含了像是 Google Plus、Inbox by Gmail 等等呢，就连10几年前轰动一时的 Google Glass 也榜上有名。那今天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属性，挑几个比较知名的案例来分享给大家，同时一起来看看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你是不是常常要带着笔电工作，却找不到轻便又好用的滑鼠呢？快点试试 Ori Mouse 折叠鼠，一直秒摊平，包包口袋都好收纳。世界首款折叠式无线滑鼠，以片式的机身设计，重41公克，厚度呢最薄只有 0.5 公分，专为数位工作者打造，带出门工作不占空间电脑包再也不会鼓舞的。设计符合人体工学，采用3桥稳定结构，握感舒适，长时间使用手腕呢也不容易疲劳。滑鼠呢以纯素皮革制成，经实测耐折、耐摔，还有表面的防泼水，就算弄脏也好清洁哦。现在上泽的预购享限量58折起超早鸟优惠，赶快点击资讯的链接，抢先把折叠鼠带回家吧。第一种类型是打不赢就放弃，代表性产品呢是2011年推出的社群平台 Google Plus。当时使用社群平台的人已经越来越多，Facebook 的活跃用户数大约有 8.45 亿个。Twitter 的活跃用户数呢也成功突破了1亿，所以 Google 也不落人后，决定用 Google Plus 跟他们打对台。而 Google Plus 的特色之一呢，就是独特的 Circle 功能，用户可以把好友们分到不同的圈子，方便管理跟分享特定的内容，有点类似现在 IG 的挚友功能。Google Plus 推出之后呢，在2周内吸引了1000万用户，1个月内就达到了2500万。不过慢慢的这个热度就开始退烧，外界普遍认为这边最大的问题可能跟一开始的实名制以及后来的绑定政策有关。Google Plus 推出时呢，就规定用户要用真实的姓名创建账号，无法匿名使用，已经让不少人表示在社群平台上面暴露真实姓名有点没隐私，没有安全感。就到了2013年呢 ，Google 又推出了新的绑定政策，要求用户如果想要在 YouTube 上面留言，就要创立并且绑定 Google Plus。看得出来这个决策呢，可能是想要把 YouTube 每个月5亿个活跃的用户导流到 Google Plus， 但一宣布就被骂爆，连 YouTube 的共同创办人都发文批评。不少用户抱怨这不只影响到大家留言的权益，而且好像呢还是强迫每个人都一定要加入 Google Plus， 吃相很难看。虽然后来 Google 陆续取消了实名制跟绑定留言，但已经挽回不了用户的心。根据统计2015年 Google Plus 的活跃用户数低于2200万，远远不及 Facebook 还有 Twitter。更惨的是呢，之后他们又多次的爆出泄露用户个资的事件，让很多人超生气。那在2019年 Google Plus 宣布终止服务。第二种类型是呢，曾经引领业界的酷东西，但做出来之后才发现，理想跟现实有很大的差距啊。2012年呢 ，Google 本来要推出万众瞩目的 Google Glass 这款智慧型眼镜，结合 AR 技术，让原本镜片的位置变成了一个小型的显示萤幕，除了可以及时的接收讯息，电话还自带拍照、录影等功能，一推出就成为了智慧穿戴装置的先锋。当时呢，美国科技部落客称赞 Google Glass 的创意程度跟苹果的 iPhone 不相上下。当年很多人也都非常的期待 Google Glass 能够冲击人们的生活习惯，但没有想到在试用期间Google Glass 的问题就多到被宣布停产。例如有人戴上眼镜之后呢，觉得眼镜很容易过热，戴久了也会头痛头晕，视觉疲劳，根本没有办法长时间戴着。而且 Google Glass 呢，后来还引发了资安的疑虑。当时有些戏院、医疗场所、公司场所呢，都担心它的拍照功能可能会窃取商业机密，或者侵害他人的隐私。所以如果你戴着 Google Glass 可能很多地方都不能去。最后呢，还有一点是，有些人觉得 Google Glass 太贵了。当时预估的定价呢，差不多是$1500。虽然从现在2024年的角度来看，这个价格可能还好，但在当年问题多多的背景之下呢，很多人都说根本不考虑买这么贵的眼镜。
总而言之，2015年的1月 ，Google 宣布停止生产 Google Glass。那第三种类型是 Google 说很漂亮，结果其实我们话不要说得太重了，就先点到这里就好。这边最经典的代表呢，就是 Nexus Q， 这是一个实体的媒体播放器，在推出之前呢，曾被期待是 Apple TV 的最大竞品。那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很多人都说它是 Google 史上最失败的硬体产品之一。那根据 Google 的说法呢 ，Nexus Q 是一款社交型媒体播放器，因为可以让人轻松的连线操作，所以呢，人人都可以在派对上面当 DJ。当时很多人呢都觉得它的球形外观设计亮眼，发光的这个环形 LED 呢也充满了科技感，所以非常的期待。但开放试用之后，很多人都觉得超失望。首先 ，Nexus Q 没有萤幕或使用者界面，也没有遥控器，只能够透过专属的 Android 应用程式来控制它。光这点就很难达到人人当 DJ 的理想。再来呢，有人觉得Nexus Q 最大的缺点是功能太限缩，因为它只支援 Google 服务，其他像是 Netflix 或 Spotify 等等串流媒体都不能用，选择不够多元。而且人家 Apple TV 定价$99 ，Nexus Q 一颗呢预计要$299，功能搞不好还比较少，这也让它受到了很多的质疑。那在还没有上市就负评满满的情况之下 ，Google 说会再根据大家的回馈来修正 Nexus Q，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Nexus Q 发布之后不久呢 ，Google 就把它从官网上面移除，默默放弃了它。2019年3月 ，Google 推出了一个云端游戏服务 Google Stadia。这个 Stadia 呢是一个游戏的串流服务Google 表示，只要透过 Stadia， 玩家就可以用手机或电脑之类设备直接在线上打游戏，不用特别花几万块买游戏主机，也能够享有超高的画质跟游戏体验。结果 Stadia 一上线就有人觉得又被 Google 欺骗感情了。首先有玩家发现呢，在 Stadia 上面玩游戏，画面的解析度不太好，还会延迟。再来 Stadia 初期的游戏选择不多，而且大家付了月费，如果想要玩其他的游戏，还要再多付钱。这个意思就像呢，你已经买了 Netflix 会员但每看一部电影都还要额外的付钱。此外呢 ，Stadia 没有办法跟其他游戏平台串联，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在 Stadia 上面玩以前很喜欢的游戏，就会需要花钱再买。而且 Stadia 也没有什么自己的原创游戏。2021年呢 ，Google 甚至还宣布关闭 Stadia 内部的游戏开发工作室，让很多人推测它可能已经来日不多了。果然呢，2022年的9月 ，Google 就宣布即将终止 Stadia 的服务。2023年 ，Stadia 正式的走入历史。今天因为片长的关系，我们只能够简单的介绍跟讨论几个产品。那如果大家还知道更多精彩的案例，也可以留言分享但话说回来，虽然这支影片看起来有点是在笑 Google， 但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觉得 Google 还是非常的不简单。我们看到有蛮多人都会说 Google 一天到晚放弃自己的产品，但那些产品其实还是有一些拥护者，又或者说呢，他们其实都还是有改良跟进步的空间。按照 Google 的资源跟财力，如果继续的坚持下去，那些产品的结局很有可能会不一样。像是另外一个巨头 Apple 呢，似乎就比较少放弃产品，而他们不只成功做出口碑也靠着这样子长期的累积，建立起了使用者对这个品牌的信任，造就了一大批的果粉。反观呢，好像就比较少会看到有人自称是股粉。但我们觉得Google 这种勇于尝试、果断放弃的精神，可能也正是他们可以成功的走到今天的原因之一。从创业的角度来看呢，我自己会觉得跨出舒适圈果断尝试跟设立停损点、果断放弃都很需要勇气。首先，在尝试的过程当中呢，企业或组织往往有机会扩展他们的技术或认知，就算成品不如预期但只要公司没有倒，这一趟通常都不会是白走的，就像是技能树超广的雅马哈。另外呢，有能力投入资源跟要不要持续投入资源，毕竟是两件事情。或许在另外一个 Google 永不放弃的平行时空当中，这份坚持可能反而会影响到他们整体的营运脚步。不过这也只是我们自己的想法而已啦。如果你有任何的观点，都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那最后也想来问大家，你对于 Google 常常放弃产品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呢？觉得蛮合理的淘汰不适合的，留下更好的，我觉得才是进步的原因。B 觉得不太好，被迫不能够再用某个商品，听起来感觉就很差。C 我觉得有点好笑，但人家有钱可以撒，我在旁边看也不错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Google 放弃过的产品。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雅马哈以及 Google 演算法。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